中醫咧有五味嘅講法，係包括酸、苦、甘、辛、鹹等五種味道。咁講到五種味道嘅酸咧，好多人首先就會諗翻起醋。其實咧，醋喺我哋咧日常生活中咧起着非常重要嘅作用，係一種咧不可或缺嘅食物。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醋啦。根據文字記載咧，醋已經有3000幾年嘅歷史啦。醋喺日常生活中咧，自古以嚟都係重要嘅調味品。咁到咗宋朝咧，更係將醋咧比如開門嘅7件事中嘅生活必需品啦。醋成為咧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嘅其中一項。我哋平時嘅食用醋咧，通常係用糧食或者係水果發酵製成嘅一種酸味嘅調料。咁除咗醋酸咧，醋裏邊咧仲有鈣、鐵、葡萄酸、乳酸、甘油同埋脂肪酸同埋一啲鹽類噶。咁呢啲成分咧，唔單止可以幫助咧溶解食物中嘅鈣同埋鐵，幫助我哋嘅身體咧咁容易吸收，仲可以保護食物中嘅營養咧唔被破壞。其實咧做醋都係一個好長嘅化學反應過程嚟噶。例如咧，我哋要用食物咧做醋咧，首先要將食物加水蒸熟之後咧，然之後咧接種菌種，利用微生物分泌出嚟嘅澱粉酶將食物裏邊嘅澱粉轉化為糖。咁呢個過程咧叫做糖化。然後咧喺酵母菌喺冇氧氣嘅條件之下咧，將我哋嘅糖咧變成酒精，再通過醋酸菌將酒精轉化為醋酸。所以咧，從理論上嚟講，我哋做醋係比做酒更辛苦嘅，佢個流程咧都更複雜，勞動量咧都更加大嘅。另外咧，做醋嘅原料都好豐富，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嘅特色。比如北方盛產高粱、蕎麥同埋大麥，咁呢啲就可以用嚟做醋啦。另外，我哋中原地區咧麥子比較多，所以咧我哋嘅小麥咧就成為做醋嘅主要原料。咁到咗江南地區，因為江南嘅稻米好豐富啊嘛，所以咧一般係用呢個糯米或者係大米嚟做醋嘅。另外咧，好似土豆、甘薯或者係玉米，咁呢啲含有澱粉類嘅食物都可以用嚟做醋噶。咁再同大家講下，我哋平時飲嘅水果醋，好似蘋果醋、葡萄醋，咁呢啲都係用水果或者係水果乾做成嘅。咁水果同埋水果乾，佢本嚟就有好多糖分，所以咧佢唔使咁辛苦去做糖化呢一步。同時咧，我哋水果醋咧仲可以帶上一啲水果自有嘅檸檬酸啦、蘋果酸啦、酒石酸啦，呢啲有機酸嘅，佢嘅味道咧同食物做成嚟嘅醋嘅酸味係唔一樣噶。其實咧，醋嘅用途好廣，唔單止調味，仲可以殺菌。甚至係有啲中藥裏邊咧都有醋嘅身影。之前有報道咧，哈爾濱有一間醋廠，嗰度咧100幾名員工喺過去40幾年咧，每一年體檢咧都冇發現員工有嚴重嘅惡性疾病噶。咁我相信咧，大家睇影片咧最感興趣嘅咧就係醋嘅養生功效啦。其實咧，我哋平時嘅醋咧除咗可以咧開胃健脾之外咧，我哋促進我哋嘅毒液或者係胃液分泌之外咧，仲有唔少好嘅作用噶。第一咧，我哋傳統嘅食醋裏邊咧含有多種嘅維生素啦，比如每100克嘅醋當中咧，我哋嘅硫胺素嘅含量咧大約係0.13到0.71微克噶。咁我哋核黃素嘅含量咧喺0.89至2.10嘅毫克嘅。咁煙酸嘅含量咧喺2.33至37.83毫克嘅，而煙酰胺嘅含量咧就達到1.23至35.03毫克噶。咁呢個硫胺素咧佢喺我哋人體嘅有氧代謝中咧起到一個重要嘅作用，尤其係喺葡萄糖嘅代謝之中，仲可以維持我哋神經系統嘅健康，保證我哋心臟嘅一個正常嘅工作噶。咁核黃素咧，佢又有助於我哋治療一啲敗血症或者係貧血，而且咧仲可以降低一啲惡性疾病發病嘅作用。
咁煙酸咧就可以調節我哋嘅脂肪代謝，佢有一個抗炎同埋抗動脈粥樣硬化嘅作用。尤其係煙酸可以同食物之中嘅多飽和脂肪酸咧結合，從而咧改善咧高脂飲食中導致肥胖同埋代謝嘅問題嘅。咁嘅煙酰胺咧就可以幫我哋增強身體中嘅 DNA 嘅修復功能，咁維持我哋基因嘅穩定性，幫助我哋減緩皮膚嘅衰老嘅。咁第二咧，我哋食醋中咧仲含有豐富嘅有機酸。咁除咗水之外咧，有機酸咧係我哋食醋中含量最高嘅成分。我覺咧傳統嘅食醋咧，只要有葉酸同埋乳酸，咁呢兩種酸嘅含量咧係佔到整個有機酸嘅80%以上。葉酸咧係食醋裏邊咧主要嘅揮發酸，佢主要係通過醋酸菌氧化乙醇生成嘅。而我哋嘅乳酸咧係主要嘅不揮發酸，主要係由乳酸菌代謝葡萄糖產生嘅。有機酸咧唔單止係食物酸味嘅來源，而且佢同健康功效咧都息息相關嘅，比如預防一啲糖尿病啦、控制體重啦、降低血壓或者係降鹽啦。咁好似葉酸咧、丙酸咧呢啲有機酸咧，仲可以增加我哋嘅飽腹感，咁減緩我哋胃嘅排空時間，進而咧降低餐後血糖同埋咧胰島素嘅反應水平。所以咧有研究表明咧，食咗醋之後咧，佢會有飽腹感，可以延緩咧小腸咧對葡萄糖嘅吸收，降低餐後血糖上升嘅速度，對有糖尿病嘅朋友或者係想要減肥嘅朋友，可能係有幫助㗎。另外咧，醋中嘅有機酸可以加速我哋體內能量嘅代謝，減少我哋乳酸嘅積累，促進我哋脂肪嘅燃燒，幫助我哋預防肥胖㗎。咁有研究表明，我哋體內同埋體外嘅實驗發現咧，我哋食醋中嘅乳酸咧，佢有一個降血壓嘅作用。咁仲有數據指出咧，每日飲一啲醋咧，可以刺激我哋人體咧血管細胞分泌一氧化氮嘅。咁呢種物質咧有助於擴張血管，保持我哋血管嘅流通，從而咧幫助咧降低血壓㗎。第三咧，食醋仲有含有豐富嘅氨基酸成分。咁食醋中嘅氨基酸咧，一部分係嚟自微生物代謝，另一部分係嚟自燃料中嘅礦物質嘅分解。目前咧，我國傳統中嘅食醋中檢測則最少有26種嘅氨基酸。咁呢種氨基酸咧，唔單止參與我哋蛋白質同埋多肽重要成分嘅合成，仲喺我哋人體嘅代謝中咧起到重要嘅作用。比如咧，調控我哋嘅代謝，增強我哋嘅免疫力、抗氧化同埋維持我哋嘅腸道健康等等。咁第四咧，食醋話可以咧抑菌殺菌嘅。咁食醋中嘅葉酸咧，可以抑制好似白色葡萄球菌，或者係我哋嘅肺炎球菌，或者係鏈球菌呢啲呼吸道病原體嘅生長。將蔬菜咧放喺醋嗰度咧，短時間浸泡一下，都可以有效咁去除一啲病原菌㗎。另外，我哋傳統嘅食醋咧，仲可以調節我哋腸道嘅菌群。咁有研究表明咧，按照一定嘅劑量咧，俾我哋嘅大鼠咧餵呢個紅曲米醋咧，可以防止咧我哋腸道菌群嘅失調，而且係增加我哋嘅腸道菌群嘅多樣性㗎。第五咧，醋可以幫助減鹽啦。我哋炒菜嘅時候加啲醋，可以減少鹽嘅用量，唔單止可以防止攝入過多嘅鹽，仲可以俾呢個菜肴咧更加脆嫩可口氣腥。同時咧，我哋醋咧仲可以保護食物中嘅 B 族維生素，促進我哋鈣、鎂、鐵、砷嘅呢啲礦物質嘅吸收，同埋減少我哋維生素 C 嘅破壞。尤其係我哋夏天做涼拌菜嘅時候，放啲醋，仲可以預防我哋食物中毒。我哋食醋嘅營養同埋健康功效咧，主要由其中嘅各種化合物組成嘅。咁我哋傳統嘅食醋嘅製作嘅過程中咧，涉及到多種嘅微生物嘅參與同埋化合物之間嘅各種反應，咁最終咧佢生成係豐富多樣嘅成分。咁由於醋中嘅化合物種類同埋含量嘅唔同咧，我哋而家對佢嘅營養或者健康成分嘅了解仲係唔夠噶。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飲醋係咪可以軟化血管咧？其實咧，如果係想單純咁飲醋嚟達到軟化血管
或者係降脂咧係好難嘅，因為我哋醋咧入咗我哋人體之後咧，都係一樣要經過消化吸收嘅，俾我哋人體正常代謝嘅。咁醋裏邊嘅醋酸咧係唔可以直接進入到我哋血管或者係骨骼裏邊嘅，佢起唔到咧所謂嘅染白血管嘅作用。而且咧有啲朋友因為大量咁飲醋，反而會因為呢個醋嘅酸度太大，損害佢個胃黏膜，同埋咧傷到呢個食道噶。咁對於有胃酸分泌過多嘅慢性胃炎啊、胃潰瘍啊、實熱直腸潰瘍嘅朋友嚟講，仲會加重病情，導致身體唔適嘅。所以咧，如果要想軟化血管咧，係應該從多方面入手，包括從日常嘅食物啦、藥物啦，或者係運動啦，咁唔同嘅方面一齊嚟保證呢個健康嘅，唔可以單純靠飲醋嘅，呢係唔得㗎。咁有啲朋友又問：謝醫生啊，飲醋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咧？其實咧，下面呢幾種情況咧係唔適合飲醋㗎。第一種係唔適合食醋嘅情況係正在服用一啲藥物嘅朋友係唔適合食醋㗎，因為我哋醋酸咧可以改變我哋人體咧局部環境嘅酸鹼性，從而咧使有啲藥物咧唔可以發揮作用。例如咧，我哋食胃藥嘅時候咧就唔好食醋啦，因為部分嘅胃藥咧只要係抗胃酸類嘅藥物，咁呢啲藥物咧係鹼性嘅，我哋係通過中和胃酸嚟緩解我哋胃部不適嘅。咁醋酸咧，佢係一種可以同鹼性物質發生反應嘅有機酸，佢會直接咧降低呢啲藥物嘅藥性，而且咧醋酸入咗胃中咧，唔單止可以咧降低胃酸嘅 pH 值，而且仲會刺激胃酸嘅分泌。如果長時間咧保持啲咁樣狀態嘅話咧，會對咧我哋胃黏膜咧造成損傷，甚至引發胃潰瘍、胃穿孔呢啲嚴重後果㗎。第二啫，就係用緊紅霉素呢抗生素，呢啲朋友就唔好食醋啦。咁紅霉素類嘅抗生素咧佢通常係膠囊嘅劑型嘅，佢主要有兩種原因，一就係因為咧紅霉素咧係一種弱鹼性嘅抗生素。咁紅霉素膠囊咧，佢通過我哋胃直接到達我哋腸道。如果喺腸道環境係偏鹼性嘅咧，係有利於呢啲弱鹼性嘅抗生素溶出嘅。咁另外咧，我哋紅霉素咧喺酸性嘅環境咧，容易產生水解，反而會失去活性，同時咧都會失去一啲藥用價值嘅。第三咧係正在用緊磺胺類藥物嘅朋友都要注意，一就係因為呢個磺胺類藥物咧係弱鹼性嘅。喺酸性嘅環境之下咧，佢會降低呢個藥力。另一方面咧，我哋磺胺類嘅藥物分解之後咧，會產生呢個熱酸化磺胺同埋咧少量嘅葡萄糖全酸結合物。佢哋咧係需要經過腎臟過濾排出體外嘅。咁呢種結晶嘅溶解度比較低，喺酸性嘅血液中咧，佢嘅溶解熱度咧會更加低嘅，所以好容易喺腎臟之中咧產生結晶或者係結石嘅。輕微嘅症狀表現為結晶尿，甚至係嚴重啲咧會有尿血同埋尿路堵塞，直接會導致一啲腎臟受到損害噶。同時咧都提醒大家，正在服用呢個解表發汗類嘅中藥嘅時候咧，就唔好食醋啦。第二種唔適合食醋嘅情況係咧，胃潰瘍同埋胃酸過多嘅朋友係唔適合食醋噶，因為醋咧唔單止會腐蝕我哋胃腸黏膜，同埋加重一啲潰瘍病嘅發展。而且咧，醋本身又含有豐富嘅有機酸，佢可以使我哋嘅消化器官咧分泌大量嘅消化液，從而咧加大我哋胃酸嘅消化作用，從而咧使我哋胃酸增加，同埋我哋嘅潰瘍加重嘅。第三種唔適合食醋嘅情況係咧，對於食醋敏感或者係有低血壓嘅朋友都要注意。有啲朋友咧，因為食醋咧，佢會導致咧身體出現啲過敏從而咧發生一啲皮疹痕癢水腫哮喘呢啲症狀。另外咧，低血壓嘅朋友咧，食醋咧可能會導致血壓降低，出現啲頭暈頭痛全身疲軟呢啲不良嘅反應噶。咁多謝大家。